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热度第一，谭松韵让观众成功入坑，古装大剧又出天花板级别了。在本年度的国产剧领域中，有2部古装剧作尤为引人铭记。其续集《唐朝诡事录之西行》在受欢迎程度及评价方面超越首部作品，成功地将古代背景与侦探剧情融合，重新吸引了观众的关注。另一作品名为《永夜星河》，该剧取得了显著的流行度，尽管其后续情节略显不足，但它仍然被视为古装奇幻剧历经长期低迷期后最为引人注目的佳作之一。又一部古装大剧开播了，电视剧《蜀锦人家》复播映6集，即跃居热门排行榜首，展现迅猛的势头。连续观赏4集之后，我不得不赞叹这部古装剧堪称一道精妙绝伦的佳肴。剧情节奏快，氛围明快。《蜀锦人家》剧情概要如下：剧中，季莺莺由谭松韵饰演，在面临危机之际，接下了学习其复读门染色技艺的重任。她与杨静兰、郑业成饰演并肩作战，共同抵御外来威胁。不仅保全了蜀锦的传统工艺，还将这精湛的手艺推广至丝绸之路，使其声誉远播海外。看点一：辣娘子巧妙应对恶霸。相较于其他古装剧中女主角静待男主角的解救与降临，此剧的女主角已拿起天命剧本，展现出自主开创命运的姿态。季莺莺，蜀红景王之女，眼见父亲遭受不白之冤而离世，家业随之破败，债台高筑。然而，她并未屈服于命运，而是凭借聪慧与坚韧，奋力开拓属于自己的天地。花家作为织锦业中的巨擘，采取了欺行霸市的手段，故意压低价格以谋取不正当利益。季莺莺则果断地采取反击策略，派遣了人手放狗，迫使对方不得不按照原价接受订单。国舅爷假装被季莺莺击伤，前往兴师问罪，季莺莺顺势而为，佯装跌倒，仿佛是受到不白之冤的碰瓷行为，却反而揭穿了对方的伪装。不论是对街头的无赖恶棍，还是家里的宠物犬，季莺莺均能驾驭得当，令其心悦诚服。尽管命运多舛而不沉溺于悲情，而是凭借自身力量独立自主，方显大女主之风采。尽管剧集起始充满哀伤，却未特意渲染沉重的气氛，整体呈现出轻松愉悦的格调。看点2：老友重聚，相逢一笑泯恩仇。某些古装剧中，男女主角之间的情感发展显得莫名其妙，情根深种的源头不明。与此不同的是，本剧中男女主角之间显然存在深厚的历史联系或前缘。幼小的季莺莺曾言及经历家庭变故后与杨静兰成为闺蜜，而数载光阴流逝，2人重聚，季莺莺竟未能识得其身份。在《浣花溪畔》，季莺莺误将杨静兰视作登徒子的同伙，随后爆发激烈争执，尽管力有不逮，却仍愤而咬了对方一口。即便杨静兰在季家门前为季莺莺出面化解危机，也未能成功进入季家宅邸。原先团聚场景中的感人事迹，在杨静兰与季莺莺之间，却意外演绎成积怨深厚的对立关系。而他们之间情感发展的轨迹，正是该剧引人入胜之处。可以指出，该剧的情节紧凑，角色形象突出，随着各个线索的推进，接下来的故事将会更加引人入胜。谭松韵主演，阵容豪华。这部作品在情节构思上独具匠心，且在演员阵容的挑选上也展现了十足的用心。每位角色的选定都堪称精准到位。第1位，谭松韵。在与同时期演员的比较下，谭松韵的表演技巧无疑位居前列。向风而行与以家人之名中的精彩演绎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在最新剧集中，谭松韵扮演了季莺莺这一角色，其个性特征鲜明，既直率又聪颖。在戏中，
季英英为了诱惑长史，他在赌场大获全胜。尽管他保持谦逊的姿态，但内心的笑容却难以抑制，其表情满溢着自得之色。季英英这种灵动，尽管角色外表柔弱，内心坚强，演绎不当亦显做作，但由谭松韵扮演恰到好处。第二位，陈小云。在《卿卿日常》这部作品里，陈小云所扮演的角色郝佳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赞赏。而在其演艺生涯中，尤其是在《小别离》中的精彩表现，亦给观众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在近期的电视剧中，陈小云扮演了自由奔放、举止洒脱的玉玲珑角色。尽管她身着朴素的红色服装，但依然展现出动人的光彩。剧集中，玉玲珑转身制服了在酒楼滋事者，紧咬牙关，提着酒壶将其面部浇湿，眼中尽显厌恶之情。玉玲珑的矫健英气，由陈小云把握得恰如其分，她在该剧中的表现尤为突出。第三位，郑业成。近段时间，郑业成在本土电视剧中的角色多以配角身份出现，自微微一笑很倾城后，他能引起广泛注意的作品主要集中在古装剧领域。在近期上演的剧集中，郑业成扮演了杨静兰这一角色，其凭借武生的身段和演技，在祭祀仪式中以四平八稳的步伐行进，展现出一种淡定自若、威严十足的姿态。杨静兰表面上似乎是个轻浮之人，但实际上肩负着为师父洗清冤屈的重大使命，其角色内涵颇为复杂。我们对郑业成未来的表现充满期待，相信他能够为观众带来更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精彩呈现。除此之外，剧作还集结了国家一级演员马少华、寇振海等资深演员，老戏骨与实力派并驾齐驱，凭借其精湛演技，使得剧情难以不引人入胜。即便已有多部以大女主为特色的古装奇幻剧观赏，但蜀锦人家仍能带来耳目一新的观感。该剧以女主角的持家与创业为核心叙事脉络，同时权术、情感等元素交织其间，却不至于冲淡主角线，其情节布局精巧，叙事节奏收放自如。此外，在剧中融入蜀锦文化，不仅为故事增添了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还生动呈现了蜀地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特色。坚信此部《蜀锦人家》借由卓越的制作水准，有望成为本年度古装类别中的最大惊喜。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